今天我们用的构图是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虚字形构图，就是说我们这幅作品的主景都在我们那个右边画面的右侧画面的右侧，我们左边是以虚的云为主，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虚字形构图，胡须的须。我们画的时候你看每次画之前把笔洗干净，洗干净以后笔尖调墨，对不对？我们笔尖调好墨，调好墨以后，下面我们用这个宣纸或我们废纸，把我们的水分稍吸一下稍微吸一下。我们主要的景就是这个山树，对不对？都在这个右边。你看，我们先由右边开始。中锋先勾出山石轮廓。看先勾出山石轮廓来，把山石的外轮廓勾出来。然后勾出来以后，对不对？我们下边该分什么？十分三面，对吧？我们内部结构，我们分三面分出三面来。分出三面来，前，对吧？前一个面，左右，三个面。我们把这个三个面分出来以后，你看明暗结构，你看我们皴擦，去表现它的明暗结构。去用这个皴擦节的表现表现我们山石的明暗结构，对不对？你看我们这样把山石的明暗先分出来，先分出来，分出它的这个三个块面结构。你看轮廓线勾了，把山石的轮廓勾出来，外轮廓勾出来，然后我们的结构分出三个面，对吧？三个块面结构，一二三。这个皴呢，一个是表现山石的明暗，然后呢，还有个表现是什么？表现它的山石的纹理，对不对？表现它的山石纹理。你看，皴的时候我们是左右去皴，左右去皴，左右皴了以后把我们中间这个位置让它鼓起来，对不对？让它鼓起来。你看我们分出，前面、左面、右面三个结构分出来以后，你再皴擦，对吧？把明暗结构我们找出来，对不对？就能把我们山石这个立体，对吧？呈现出来。同时，我们再向后，你看，向后处理山石结构。看，先把轮廓线勾出来，对不对？然后分出里边小结构。我们向左去出结构的时候，我们皴呢也要随着我们的结构，对吧？向左边去皴这样去皴。它这个右面结构，对不对？被前面的山石遮挡住以后，我们只处理它左边的结构就可以向上，你看向上的结构，
也是啊，先勾出，哎，先把轮廓线勾出来，勾里边小的结构，你看啊，对不对？我们先勾，把大轮廓我们先勾出来，再勾里边小结构，哎，再勾里边小结构，就这样去处理。不管我们左边村还是右边村，对吧？还有左右这样去村，为了什么？就为了把我们的山石它的这个立体，对吧？立体感，我们能表现出来，对吧？我们主要目的是为这个啊，对不对？你看，哎，主要是为了表现它的山石的立体感，哎，对不对？表现它的山石立体感，哎，不能说你画出的山石的石块，对吧？是平的，对不对？虽然我们的纸，对吧，是平面，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山石它的这个立体，哎，我们能呈现出来，靠的什么？哎，就靠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结构，一个是轮廓，对吧？我们轮廓线，你去体现出它的山石的这个外轮廓，圆的、方的，对吧？用这个轮廓线体现，然后它的凹凸不平、明暗结构靠我们，就靠我们的这个村，哎，就靠我们的村去体现它的山石明暗这个层次，还有呢，对吧？还有我们的凹凸，对吧？凹进去的凸起来的地方，也靠我们的这个村来表现去，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我们怎样去村，不管是披麻村、斧劈村，还雨点村、大斧劈、小斧劈、长披麻、短披麻，对不对？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山石，哎，山石它这个立体这个结构，哎，我们能呈现出来，对吧？这是我们目的啊。然后小结构，一个小的山石，哎，稍村两笔。看我们今天画的这个啊，偏向于现代一点的山水。对，用这个中墨也可以，就是我们调墨的时候，哎，你看啊，我们大家想一下，你看调墨的时候，哎，我们把笔洗干净以后，笔尖沾了墨以后不，它不是说直接沾了墨我们就是落墨，就是往纸上画，是你调一下，哎，在我们这个调墨盘里边，哎，稍调一下，再去往纸上去画啊。你看我们画这个这种树丛，你看啊，哎哎，画这种树丛，我们画这个小枝的时候，你看啊，哎，让它这个出风，对不对？就是我们讲的陆风去出这个小树枝，你看，哎，这样去出小树枝啊，哎，这样去出小的树枝。哎，我们画的这个树呢，不是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大的这种灌木，哎，是小的这样的树形，哎，这样的树形，你看啊，先把前面这一组树画出来以后啊，注意我们画后面的树，画后面的树丛，哎，笔尖向外去挑一下，哎，你看这样去画，哎，下面这个树根的地方，哎，是被前面的树遮挡，
看被前面的树遮挡，哎，我们下面就不画下边的树啊。你看被前面的树遮挡的地方，我们就不用处理。前面你看啊，到最后，哎，下面再来树这个树头的地方来一组。来一组，下边也是，看吧，它下边这个树身、树根被前面的树遮挡。你过来，让它山势向上啊。画完轮廓，看我们山形、山势啊。画轮廓里边小结构，你看分出小结构，怎样去处理它的？哎，哪是就是哪是说鼓起来的地方？你看，你是哪是地方是鼓起来的，我们把它留出来。哪是凹进去的地方，山势凹的地方，哎，我们就去寸两笔，对不对？你看啊，对不对？它就是说这个简单的一个明暗结构，对吧？向后，哎，看我们画这种树形的时候啊，看画这种树形的时候，注意它的小枝，它的穿插，你看啊，哎，小枝的穿插，哎，过来。哎，先把前面的，对吧？我们先把前面的处理完以后啊，我们再画后面的结构。过来，你看啊，哎，这是后面的，哎，破案啊，哎，后面的破案，哎，后面的破案，它是向左的啊，你看它这个结构对不对？哎，我们向左边去出结构，哎，出结构，你看啊，出完这个结构以后，对不对？我们村的时候，对吧？你向左的结构，你不可能是我们不可能是向右边，对吧？哎，所以让它村的时候，整体要随着我们的结构线、轮廓线，哎，向左边，哎，向左边去。然后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破案沟壑的地方，哎，我们村的地方，你看，这是一道道的沟壑。然后呢，这就是哎鼓起来的地方，对不对？你看我们留白，哎，这就是鼓起来的地方。哎，上面再来一层，你看对不对？你看我们村的地方，哎，就是我们的这个破案，哎，一道一道的沟壑，然后这留白的地方，哎，就是我们鼓起来的地方。哎，后面向后画的树的时候，看啊，哎，向后画树的时候，哎，它要淡下来，它看近实远虚，对不对？近实远虚。哎，到后面的时候，它的树形还有它的墨色，哎，让它淡下来，哎，让它淡下来。后面呢，就是我们你看啊，小山村，对吧？在树丛中的小山村，我们看也是先画这个
点景的房屋的时候，对吧？我们先画坡顶，就是我们先画房顶啊。哎，先把房顶勾出来。哎，勾出来以后，山墙，对吧？侧面山墙勾出来。再是我们正面结构，你看啊，哎，正面结构，小窗户，哎，我们画这个点景的房屋，对吧？每次画的时候，先把房顶安排好。你看，把安排它这个方向，哎，我们先安排好，然后侧面结构、正面结构，后面你看啊，房顶勾出来以后，侧面结构、正面结构，哎，至少我们要把3个结构，对啊，要把3面结构我们要画出来，这样让人看，一看它是啊，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啊，很完整的一个房屋结构。让它掩映在树丛中。你看啊，那怎样把这个建筑，对吧，安排在这个树丛中？你看，前面的我们的树形画的墨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到后面看啊，到后面让它墨色稍淡一点，哎，勾出来。哎，注意什么啊？你看我们勾这种树形的时候，哎，注意它的前后关系。你看啊，哎，前后关系，哎，向上。你看啊，哎，我们勾的时候，哎，一定要注意它前后的关系。前面的树形勾完以后啊，然后看啊我们这个小村庄，对不对？后面啊，一定要有这个以山为这个背景啊，以山为背景，就是说我们常讲的啊，它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山里边的一个建筑小村庄，对吧？都是后边背靠一个大山，对吧？不要后边是空的。我们构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啊，一个是后面尽量有这个山为背景，对吧？不要有水啊，不要有瀑布。你看啊，画这个远山，画后面的主山的时候，哎，先把山的大致轮廓勾出来。你看啊，哎，大致轮廓勾出来，勾出来以后，对吧？勾完以后，我们先分里边小结构。你看啊，哎，先分几个小结构，嗯，对不对？你看啊，先整体的这一面这个结构我们勾出来，勾出来以后啊，哎，再画里边小结构，小结构也是按我们前面的山石结构一样去啊。你看是不是？我们勾完轮廓以后，1、2、3，对不对？分出前面、左面、右面，它是3个块面。然后到现在这儿啊，也是轮廓勾出来，我们就山也是轮廓勾出来，前面一个面左右，
对不对？也是3个块面结构，我们先分出来。看分出来以后，先什么？哎，先处理它的明暗，对不对？先处理它的明暗。哎，先处理它明暗结构，先把它明暗关系我们先画出来。对不对？你看啊，哎，我们先把明暗关系，哎，我们先交代清楚以后，你看，哎，你看，这就是我们山前面鼓起来的地方，对不对？然后这是凹进去的地方，哎，先用各种皴法，对吧？把这明暗结构先分出来，再以这个为中心啊，以前面这个为中心，我们再向后去安排后面的山。哎，我们再安排后面的山过来，你看，哎，只是山的山形不同，哎，只是山形不同，但是你看，我们分它这个明暗结构的时候，对不对？和我们前面是一样的，只是山的外形不同，哎，但是它的山形处理，它的明暗结构，是不是也是左右？你看啊，是不是？我们也是左右去皴，啊，我们左右去皴，哎，不管我们用斧劈皴还是说披麻皴，哎，我们把这个山的这种明暗结构，哎，我能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你看，对不对？哎，不管我们用披麻皴还是用小斧劈、大斧劈，你看，把山的这种结构，它是立体感，对吧？前后关系我们交代出来，我们画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哎，向后，哎，下面吸下来，哎，前面的一层，你看啊，这前面的一层，在这个基础上啊，你看我们主要的景物，对吧？都在这个右边啊，都在右边。它也有一个小的一个山脉的走向啊，这个山脉的走向，我们不用画成，你看有的看这个画的山形特别直，特别直，它没有个左右蜿蜒的变化，对吧？没有左右蜿蜒的变化，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虽然是我们在右边的景致啊，但是它也有一个小的山形的起伏、转折、变化。看，哎，它也有个变化啊，对不对？它有一个这样左右蜿蜒向上的一个变化，不是说我们直着就上去啊。哎，过来，哎，我们先把山的大结构和我们的轮廓线先勾出来，对不对？你看啊，哎，我们先把大轮廓、大结构、大轮廓，我们先勾出来，哎，先勾出来，先整体的
画出来，画出个整体的大结构，对不对？勾出来以后，你看啊，哎，整体的结构大轮廓我们勾出来了，下面呢就按我们的轮廓和结构我去，对不对？按这个轮廓，按这个结构，我村，看我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你看村的时候啊，我们村的时候，哎，一定要记住，它村的时候不是漫无目的的去村，对不对？它是在我们的勾的轮廓线和结构线的后面。你看啊，你看我们村的时候，是不是我在村这个位置啊，是在哪儿？对不对？是在我们的轮廓线还有这个结构线里边小结构的后面，对不对？我们存在这个地方啊，哎，我们存在是这个地方啊，不是说没有目的的去存。我大这个轮廓勾出来，小结构我也勾出来了，然后我们去表现它的凹凸不平的山石结构，还有它的明暗对比，对不对？你看寸的时候，这是结构线，这是轮廓线，对不对？你看寸的时候，这又是个结构，哎，我寸的时候就寸到这个结构线的后边，你看是不是？看啊，左右去寸，左边呢，我顺左边的结构线向下寸，到右边了，你看啊，是不是也按右边的结构线？哎，我向下去寸，对不对？你看到这个结构，对吧？这是向右的一个结构。你看寸的时候，用这个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哎，向下去寸。哎，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山石的前后关系，还有它的明暗结构，哎，我们能表现出来，对吧？这就可以，这也可以。不管它是一个，你看，不管我们短匹马、长匹马，对不对？还有局部的用的小斧劈、大斧劈，对吧？就是为了我们表现山石的这个纹理，也是把它的明暗结构啊、前后关系啊，对吧？我们得交代出来、画出来，这是主要的目的啊。下面你看啊，中间要想让它这个山峰显得高，对不对？我们下面呢，看啊，哎，露出一部分山脚来，哎，露出一部分山脚来，哎，中间是云啊，哎，中间是云被遮挡，哎，简单的勾出山脚部分，对不对？你看啊，虽然我们这个景致都是在我们右边，但是它这个右边的结构，对不对？你看它也是，对吧？左右蜿蜒向上的，它也不是说就是一直的上去，没有左右蜿蜒的变化，对吧？那种山峰看着特别平，
主山，对吧？画完以后，到远山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常讲远山什么，对不对？远山无村。哎，我们到后面画远山的时候，哎，要少村多勾，对吧？勾一个大致的结构，它的轮廓勾出来就可以。你看啊，对吧？略微淡一点的笔墨，哎，烈一点的笔墨过来，你看，不要和前面这个结构一样，对不对？那么多，那么复杂。哎，看，简单的勾出它的大致轮廓就可以。哎，大致轮廓就可以。是不是我们常讲远树无知，远山，对不对？是不是？远山是什么？哎，远山无村。哎，我们就勾几个大结构出来，看，就勾这个大结构出来。这个后面的这个用的淡墨啊，你看我后面用淡墨直接勾出来的啊，你看，哎，整体的我们勾远山的时候，看整体勾一个大的轮廓就可以。哎，到后面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哎，直接让它虚下来，哎，虚下来。但是啊，你看，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什么？虽然我们这是这个几层山，哎，几层山，但是呢，你注意它有局部的连接。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它有局部的连接。虽然是一看是啊，这是这个山峰分着一座两座，哎，这么上去的啊，但是看有局部的一点的小的结构去衔接，对吧？给人感觉它这是也是啊，它这个气是相连的啊，哎，相连的。我们画这个山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气的相连，哎，气的相连，哎，不要断开，对吧？不要断开。你看整体啊，你看我们整体从近处的哎山石上来，对吧？一直连贯的上去啊，连贯的上去，对不对？它没有断的地方。所以说画这个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气的这个连接啊。哎，后面淡墨，你看啊，哎，淡墨画一个远山，哎，用个淡墨直接我画个远山出来。哎，下面吸下来，你看啊，哎，用干笔吸下来。哎，完成以后啊，你看我们到这个树丛的地方，你前面树丛的地方，哎，我们用什么呀？哎，用稍微淡一点的墨，稍微淡一点的墨，干笔，哎，稍点一下啊，稍点一下什么地方？你看啊，稍点一下我们树干的地方，你看，哎，靠近树干的地方，我稍点一下，用淡墨干笔去点，哎，
稍点一下。到后面那个树，你看啊，点后面的树的时候，要点在前面的树的，你看这个外形，要把外形留出来。看，哎，去留出的空间，留出这个一定的空间啊，给前面的树外形留出一定的空间。还要注意，我们点的时候啊，哎，不要点成了圆的啊，哎，不要点成圆的，要点它这个外形参差不齐，对吧？有凸进去的地方，有凸出来的地方，有凹进去的地方，把这个树形点成这个样啊。哎，点成这个树形啊，你看到后边，用后边的这个，看，用后边的这个树去点，去衬托前面的这个树形啊。看，哎，我们用后边的树点的时候，后面的点是树的时候，点下面，对吧？点下半部分，上面部分留出来，对吧？要留出来，你看。这样去点，看把这个前面的树形用后面的树，哎，去衬托出来。点的时候你就点在哎树的看树干的地方，靠近树下面，就是树根靠近树根树干的地方去点，树尖的地方留出来，对不对？你看啊，树尖的地方留出来。哎，点出这种树形啊，哎，这种树形，后面稍点一点，哎，看，也就是用我们后边的树啊，用后边的树去衬托前面的树，哎，把前面的树形衬托出来，互相衬托啊，稍微干一点，我们这个点这个树的时候，哎，稍微干一点，不要太湿。看外形，就是说我们靠近树梢的地方，对不对？哎，留出来，留出来。我们点的时候就点在树的下半部分啊。你看树根啊、树干啊，也点到这一部分，把这个树梢的地方，还有小树枝的地方留出来。看，哎，这样留出来啊，留出来。这个外形，你看我们点这个外形的时候，对吧？不要点成那个整的圆形，哎，要有它一个看凹进去的、凸出来的，哎，一定要有这个变化啊，一定要有这个变化。哎，整体的，对吧？到后面你看，我们可以用淡墨、干笔、淡墨、干笔、散锋，你看可以点这种树丛，哎，去衬托前面的我们勾的这个树啊，看把它衬托出来，哎，把它衬托出来。
那下面呢？你看啊，下面就是续下来，可以把它续下来。哎，可以岸边，对吧？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小船儿，你看啊，安排个小船，康棚。看，我们还是这一支笔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大的笔控制不好，我们可以用这个小一点的啊，小一号那个尖号笔就可以。哎，构出船棚，哎，船身，嗯，然后上面铺船板儿，船舷，对吧？一只船舱，大墨染一下，哎，后边再来一只同样的形状，你看，先画这个船棚，然后铺船板，画船形，船头让它翘起来一点，对吧？让它翘起来一点，撑杆，哎，撑杆，这就可以啊。可以画一个啊，画一个打鱼的，画一个打鱼的。看，我们画好这个人物以后，对不对？哎，你看下边就是会这个我们的山石，对吧？没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画什么？你看啊，我们可以安排一颗小的石块儿，哎，遮挡一下，对不对？你看啊，哎，遮挡一下，哎，遮挡一下，哎，让它哪一个？嗯，拿个小鱼篓吧。哎，看画一个小的鱼篓，好嘞。倒影，你看啊，哎，我们大墨，对吧？大墨侧锋，哎，去画倒影。看啊，沿着我们山石这个，对吧？沿着山石下面，哎，去画倒影。哎，这个侧锋，你看啊，画倒影的时候，哎，把笔侧过来，对不对？哎，把笔侧过来，你看向下这样去画。画的时候，哎，就是说也是啊，有的稍微长一点，有的稍微短一点，哎，有的长，有的短。到我们船的时候，你看更要体现。看我们船身的时候，
它倒影稍微的让它短一点，到传汤的时候让它长一点，你看让它长一点，然后撑干，你看撑干让它也有个倒影下来。啊，可以截图啊，大家可以自己截图啊。稍等一会儿啊，朋友们。对，先点点赞啊，先点点我们的赞。等一下，我看刚才有朋友问了个啥问题啊？这个华章，你着急你拍个课，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等这个画干呢啊。上色之前，我们这个木稿要晾干以后我们再上啊。对，我刚才给那个朋友们说，那个不知道咋看课啊，在学浪里面去下载，下载了学浪就可以去观看课程了啊。行，干的可以。暂时咱们还没有画册，朋友们，今年会给大家去出临习卡啊，临习卡。我们干了以后啊，干了以后我们开始上色。上色之前，看我们有云雾的地方，对吧？你看啊，我们右边山的下面，对吧？还有远山，哎，中间，对吧？山中间这一块我们都需要这个画云的地方，我们用这个清水，哎，用清水，稍微打湿一下。把我们要染云的地方，我们用这个湿染云的方法啊，湿染云的方法，哎，需要把染云的地方我们打湿一下。还有呢，水面啊，还有我们水面的地方，哎，都需要稍微打湿一下。打湿以后，你看啊，我们打湿以后，上面这个水分大的地方，哎，我们用这个废的宣纸，稍微吸一下，对吧？不要太湿。哎，你看不要太湿。哎，稍吸一下，把我们的水分稍吸一点。哎，吸了以后啊，我们开始上颜色。上颜色，我们开始赭石，对吧？从赭石的部分开始上啊，先要上赭石。来一点赭石，
咱们先调赭石，赭石里边，哎，看赭石，看单纯的赭石，它颜色比较重啊，比较重。我们可以加一点藤黄，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藤黄。稍加一点藤黄。今天我们上这个小青绿，你看我们这个赭石上在什么地方？哎，我们上在这个山石亮的地方。你看，我们前面上的小青绿都是上在，对吧？上在我们山石暗的地方。哎，我们今天上的赭石上在山石亮的地方。你看啊，哎，我们上在这个地方。哎，山石亮的地方。看上在这个，哎，我们让它这个山石，对吧？左面啊，左面这个方向以赭石为主，对不对？你看，这是右边，这是左边啊。哎，左边这个山石以赭石为主，看上在这个地方。和我们平时上的这个小青绿，对吧？它是相反的方向。我们开始上这个小青绿的时候，前2次我们上的小青绿，前2幅作品都是上在山石暗的地方，就是我们村头的地方。哎，今天你看啊，我们把赭石上在山石亮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哎，都上在山石亮的地方。远山啊，远处的山峰，远的山峰，我赭石，看用赭石去染，哎，用赭石去染。到后面你看，到后边赭石让它虚下来，因为我们下边都是打湿的啊，对不对？我们清水用小喷壶把这个下边打湿的地方，哎，让颜色虚下来，哎，让颜色虚下来，哎，虚下来。上完赭石，花青，对吧？下面看上花青，然后藤黄，哎，花青加藤黄，花青藤黄，调点绿色啊，调成这个浅绿色。我们看亮部是不是我们上藤黄？哎，我们暗的地方，对吧？我们和前2天的这个课上的作品，对不对？颜色是不同的。哎，我这次暗的地方，我上一点浅绿色。哎，暗的地方上点浅绿色。过来，你看，对不对？你看我们亮的地方，对吧？我们上的藤黄，不是上的赭石和藤黄。哎，暗的地方，我上一点这个浅绿色。哎，花青啊，你看，我们调颜色也要注意什么？你看，大家注意一下，我调的时候不是一下
调那个那么多，哎，少调一点，你看，随用随调，对吧？随用随调。然后上色的时候，哎，上色的时候，你看，每次也是笔尖去蘸墨啊，笔尖是调色，然后用笔尖是调颜色，和我们蘸墨的方法、笔法是一样的啊。哎，这样你看啊，也是在笔尖去调颜色。你注意它的颜色，你看啊，我们开始的时候颜色是不是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然后呢，你看啊，边染它的颜色和我们画墨稿的时候是一样的。哎，它随着你的颜色深浅也有变化。哎，我们颜色也是笔尖的颜色，笔尖的颜色重一点，对吧？到笔肚笔根的时候，它颜色也是啊，变成淡色，哎，变成淡色。哎，下来，哎，这是浅绿色，然后花青，对吧？你看花青色，我们用淡的花青色啊，哎，淡的花青色，再加一遍，加在我们暗部的结构。你看啊，暗部结构上到这儿，看暗部结构。暗部结构我们上那个花青啊，哎，上花青。过来，哎，现在是3个颜色啊，3个颜色，亮部对吧？赭石，然后中间的颜色过渡颜色是浅绿色，暗部是花青，看着啊，哎，暗部是花青，啊，下来。哎，山的部分啊，哎，山的部分染完以后，下面我们染前面这个树丛的地方，哎，树丛的地方，先染一个黄色，对吧？用藤黄，用这个藤黄调一点点的花青，哎，调一点的花青。对，要把这个底稿、把墨稿晾干了以后，我们再上颜色，再上颜色。这不是浅绿，我们现在这个浅绿色是用花青啊，花青调的，花青藤黄调的浅绿色。你看啊，上这个前面的树的时候，亮部，哎，上这个藤黄和花青调的这个，哎，绿色，哎，这个绿色比较亮啊，就是说我们藤黄多一点，对吧？藤黄多一点，花青少一点，这样去调，哎，它的绿色，哎，比较嫩，就是说那种真绿色。你看，调这个绿色，我们你看染在我们这个树的外形，就是我们留白的地方，看，哎，染在这个地方，
你看啊，哎，染到这个地方，留白的地方，我们染这个颜色。哎，染这个留白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染这个颜色。然后中间的啊，我们树形中间，树的中间上什么颜色？哎，我们用花青，还是用花青啊？花青、藤黄呢？这样花青多一点，哎，藤黄少一点，让它的绿色呢，对吧？绿色发一点深的绿色，稍深一点的绿色。哎，你看，我们留白的地方是一种浅的嫩绿色，然后我们树中间，哎，是一种稍微深一点的绿色，对不对？看两个颜色，虽然是花青或藤黄，对不对？它虽然是两个，就是说单一的花青和藤黄，但是它也中变出两个颜色来，对吧？藤黄多一点，就是这个绿色，对吧？特别鲜艳的那种绿色。然后你赭石多，不是赭石花青啊，花青多一点，藤黄少一点，它就说这种比较深的绿色，哎，比较深的绿色。剩下就是我们后边，你看啊，水面，对不对？我们水面还是一个颜色啊，花青、藤黄，稍加一点三绿色啊，稍来一点三绿色，调节水面的颜色。看，从近处的水面向后去染，看这样啊，由近处染水面。把我们近处的水面上一点这个绿色啊，花青藤黄，稍加一点三绿，稍来一点三绿。哎，这是水面的地方。倒影呢？你看啊，倒影还是，对吧？倒影就是花青，我们倒影就是花青，加什么呀？加一点淡墨，哎，花青，来一点淡墨，调这个墨青色啊，你看，哎，调到这个墨青色，我们去画倒影，来点倒影。倒影地方，你看就是和我们画这个水墨倒影是一样的，还是这个方向，还是这种笔法，就是同学总结的啊，就是斧劈皴。哎，对，我们画斧劈皴的用笔是一样的。哎，向下，你看画这个水的倒影，嗯，还有别忘了我们哎远处对吧？还有一个山峰的倒影画下来。我们直接用颜色，对吧？用颜色直接画出水的倒影，山的倒影啊，水中山的倒影画下来。
你看这样去画。哎，下面啊，看山，对吧？树完成以后，我们开始染云，对不对？开始染云的地方，染云的时候就是我们抻它，对吧？哎，半干不干的时候，我们染云的地方，哎，染云的地方下来，这个颜色，对吧？我们刚才调的这个墨青色，哎，用这个颜色我们去染云，让它虚下来。看染云的时候用笔呢，对吧？我们常讲啊，染云用笔要虚，颜色要淡。你看，对不对？看用笔，对吧？一定要虚笔去染云，哎，虚笔去染云。然后呢，颜色啊，你看我们染云的时候，颜色一定要处理的，对吧？浅浅的，哎，去染这个云，哎，浅浅的去染这个云，颜色不要太重。对，我们这是小写意的山水，小写意的山水，我们要用生宣啊，看染云，对不对？下边虚下来，哎，让云从后边山后穿过来，穿过来和前面的云融为一体。哎，你看这样融为一体，不是啊？我们的云就是看啊，花青，哎，花青淡墨，花青和淡墨调的这个墨青色去染的云啊，花青淡墨，这个不是干笔啊，不是干笔，只是说我们颜色呢，对吧？要淡一点，不要太重，不是干笔啊，是湿笔。湿笔，我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清水打湿了啊，是打湿以后我们染云啊。我们讲的是湿染云方的湿染云的方法，不是干染云啊，湿染云的方法。你看用笔啊，对不对？哎，用笔要轻，要虚，对不对？下来，你看啊，哎，一定要染云的时候用笔要轻，要虚，然后颜色，对吧？染颜的颜色一定要淡淡的去染，不要太重。对，半生的不行啊，用生宣才可以。哎，过来，你看，对吧？哎，注意我们染云的时候，注意它云的这种变化。哎，你看云的这种滚动，你看它这就是说向上翻卷、涌动，它这个动态，我们画的时候，对吧？要注意，哎，怎样去处理它的云的这种动势。哎，后边点的树丛，哎，用这个染一下，哎，稍染一下。
远山，对吧？对，虚笔就是说，你看啊，我们接触纸的时候，接触纸的时候，你看我们勾线的时候，对吧？用的都是实笔，对吧？你都是这个浓墨淡墨，它这个笔接触纸的时候，对吧？它都是比较实的这用笔。虚笔呢，就是啥啊？你看我们用虚笔的时候，就是说它的笔锋，笔锋它接触纸的时候，它是特别轻的，接触的特别轻。你看，特别轻，就轻轻的，轻轻的去，找这个纸面，对吧？会我们的这个纸，轻轻的这样去接触，轻轻的去接触，不是说你看，你要是说画了个线呐，或者画了这个墨的地方，对吧？我们用笔比较实，你看画的时候，你这个笔触，轻轻的接触这个纸的，纸面的时候，特别柔，特别轻，就是在笔尖的这一部分，轻轻接触。对，有时候我们看你要干染的匀的时候，这个有时候我们的匀染的不匀，颜色不匀。你看打湿了以后，我们随时可以调整，对吧？我们可以随时调整我们颜色的深浅变化。随时可以调整。想加的时候，你看匀想加的时候，对吧？你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加。是我们方便这个调节颜色深浅变化。过来，我们这个后面的树丛，看我们后边点的这个树丛，用花青、淡墨，花青淡墨，再染一点。我们后期的点景的，你看我们点景的小船，还有点景的人物，还有我们建筑要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去上颜色，对吧？现在整个画面是湿的我们点景的这个小船什么之类的不要上颜色。上颜色以后，它整个就会印出它这个结构，对吧？印它的结构。到后期就没法我们再去做调整。你像树的时候，你看树你印出来一些，这没关系，对吧？它的树形没关系。但是看点景的人物还有小船，你印出画面以后，对吧？它显得画面就是说不那么这个清晰。所以说我们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去后期的点色。这后期的你看就是说建筑，对吧？上面赭石，房顶我们上赭石颜色就可以，赭石颜色。人物，对吧？人物的衣服，对吧？不要上这个红色上蓝色也可以，或者留白色也可以。小船，对吧？小船我们就用赭石去上一下也可以。然后后期的干了以后，我们再点胎点，对吧？山石上的胎点。或者加小数都可以这是后期的调整。